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被误解很久的健康秘密。医学研究揭示，手淫竟然能延缓衰老。不少人一听到这个说法，可能会瞪大眼睛，满脸疑惑。毕竟在传统观念里，自慰常被视为难以启齿，甚至有害身心的禁忌。尤其对60岁以上的长者而言，更有人认为这把年纪还弹性，实在不成体统。然而，科学家们近年的研究却让人大跌眼镜。适度的手淫不但无害，反而可能是高龄阶段的以铁长寿灵丹。这个健康真相被误解太久了，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揭秘，看看手淫如何成为银发族延缓衰老的关键养生秘诀。先来说说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迷思。许多长辈从年轻时就被灌输手淫伤身的观念，比如什么耗伤元气、伤肾虚弱，甚至流传着耸人听闻的传言，像是打手枪会瞎眼之类的荒谬说法。在那个年代，性事被视为禁忌，老年人更被期待要兴趣缺缺才算正经。然而，现代医学研究早已驳斥了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讲法。适度自慰并不会让人虚弱，也不会导致眼花掉发，更不会损伤什么内脏器官。相反地，它对身心健康有着多方面的益处，尤其对中老年人的养生保健有着你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。也许您会问，手淫真的能变成一种养生方式吗？以前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，现在竟被说成有益健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别着急，且听我一一道来。科学家究竟发现了哪些神奇之处，让他们开始鼓励银发族善用这独处的乐趣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将逐一揭开手淫为老年健康带来的5大惊人益处，重新认识这项被低估的天然养生法。首先，手淫有助于疏解压力，促进大脑释放快乐荷尔蒙。当人达到性高潮时，大脑会大量分泌多巴胺和脑内啡这些让人感到愉悦、放松的化学物质，同时还会释放出催产素。这种俗称爱的荷尔蒙的物质能带来亲密满足的暖流，降低焦虑和血压，使人身心安定下来。想象一下，经过一次美妙的高潮后，整个人如沐春风，烦恼仿佛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心情是否立刻年轻了起来？对于面对退休生活或经历空巢期而感到郁郁寡欢的长者来说，这种心理上的舒缓作用格外珍贵。要知道，压力是加速衰老的一大元凶，而手淫带来的愉悦与放松，正是对抗压力的天然良方。当一个人心情愉快，压力降低时，体内有害的压力荷尔蒙，如皮质醇，水平也会随之下降。长期而言，这有助预防压力相关的慢性疾病，减缓身体和心理老化的速度。再来，适度手淫还能显著改善睡眠品质。许多银发族都有睡眠困扰，尝试半夜3更醒来后就再也难以入眠。然而，高潮过后，身体会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，此时特别容易产生困意。这是因为性高潮除了让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外，还会同步释放出一些有助睡眠的物质，例如褪黑激素等，使人感到昏昏欲睡。难怪有研究统计，在自慰或性生活后，大多数人能更快入睡，而且整夜睡得更沉、更香甜。对于老年人而言，良好的睡眠是维持健康、延缓衰老的关键之一。睡得好，身体细胞才能充分休息和修复，免疫系统也有时间清除体内废物。相反地，长期睡不好会加速老化，还提高罹患失智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风险。所以，如果一次自我慰藉能换来一整夜的安稳睡眠，这可比依赖安眠药健康多了。想想看，当您夜里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时，也许不妨试试这种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助眠方式呢。第三，手淫引发的生理反应还能提升免疫力，促进抗老化荷尔蒙的分泌。人在高潮时，体内会出现一些有趣而有益的变化。例如，德国的一项实验发现，男性在自慰达到高潮后，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和自然杀手细胞 NK 细胞数量在短时间内明显上升。这些免疫细胞是身体对抗病毒、细菌甚至肿瘤的尖兵，数量增加意味着免疫系统受到激发，变得更加有活力。另一项研究指出，适度有规律的性活动者，其体内免疫球蛋白 IgA 的水平明显较高。
IgA 是人体黏膜免疫的关键抗体，含量充足就能提高我们抵御感冒等感染的能力。不仅免疫细胞被调动，高潮时分泌的某些荷尔蒙也具有抗衰老作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叫做 DHEA 脱氢表雄酮。研究发现，人在性高潮时，体内 DHEA 浓度会惊人地飙升到平时的数倍，因此 DHEA 又被称为年轻荷尔蒙。这种荷尔蒙能根据身体需要转化为睾酮或雌激素，在男女性体内都有重要作用。它有助维持肌肉和骨骼的健康，增强免疫功能，促进组织修复，可以说是人体对抗老化的一大利器。因此，有人戏称高潮就是人体自产自销的不老药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夸张地说单靠自慰就能永葆青春，但从生物化学角度来看，高潮时体内确实涌现出一股抗老的化学洪流，长期而适度地享受这种良性刺激，对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自然大有助益。第四，手淫还能帮助维持性功能，保养泌尿生殖系统的健康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论男女的性器官都像机器一样渐渐生锈，如果长期闲置不用，功能无疑会退化得更快。有人甚至把男性的性功能比作汽车引擎，长期不发动零件就容易老化生锈。反之，偶尔踩踩油门，透过适度性刺激，反而能让引擎保持运转灵活。所以，适度的性刺激其实是在活络筋骨，让相关器官保持通畅运作。以男性为例，勃起功能需要充足的血液灌注海绵体，规律的性兴奋和勃起有助锻炼血管弹性，减少勃起障碍恶化的几率。定期射精则有助维护前列腺的健康。前列腺不断分泌腺液，如果长时间不排出，可能导致腺体胀满、发炎，甚至增加细胞病变的风险。美国曾有一项长达将近20年的大型研究发现，每月射精频率较高的男性，罹患前列腺癌的概率明显较低。例如，在这项追踪调查中，那些平均每月至少射精21次的男性，到老年时得到前列腺癌的风险比每月射精不到7次的人低了将近20%。可见，适度泄洪确实有助于将前列腺中累积的有害物质及时排出体外，降低相关疾病风险。此外，高潮时骨盆底肌肉会强烈收缩，这对男性而言相当于一次盆底肌锻炼，有助于预防日后尿失禁等问题。对女性而言，适度自慰同样有助维持私密处的健康。更年期后，女性因雌激素下降，常会面临阴道干涩、黏膜萎缩的困扰。但如果能透过规律的性刺激，促进阴道充血和腺体分泌，反而能保持阴道的湿润弹性，减轻老化带来的不适。有人形容，这就像给沉睡的花园浇水施肥，让干涸的土壤重新滋润起来。阴道组织经常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环，还能降低萎缩发炎的风险。同时，女性在高潮时骨盆底肌的收缩力度更胜男性，简直相当于强化版的凯格尔运动，这能锻炼支撑膀胱和子宫的肌肉。有妇产科医师指出，女性持续有高潮经验，可以预防尿失禁和子宫脱垂等骨盆底问题，让你的少女力保存得更久更牢。由此可见，不论男女，适度的性活动都在默默帮助我们维持那方面的青春活力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难道享受私密欢愉真的能让人更长寿吗？这听起来未免太不可思议了。然而，科学研究的确发现了这样的端倪。最后要分享的也是最令人惊喜的一点，持续的性活动竟与长寿有关。听清楚了，不只是心情好、睡眠好、免疫好而已，最终连寿命都有可能受到影响。先来看一项著名的调查，一群英国科学家对将近1000名中年男性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，结果发现，那些每周至少有2次射精高潮的男性，其死亡率只有性活动稀少者的一半。换句话说，经常享受鱼水之欢的人，比起几乎不碰性生活的人，整体寿命更长，提早发病或死亡的风险也大幅降低。类似的发现并非孤立。2020年，美国有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5000名成年人的健康数据，结果再次显示，性生活频率最高的那群人，整体死亡率显著低于几乎没有性生活的族群。
当然，学者也提醒我们，这些研究显示的是相关性，而非绝对的因果性。也就是说，可能本来身体较健康的人，欲望和能力都比较强，所以性生活比较频繁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：性欲旺盛、房事活跃的人，通常身体更健康，也更有生命力。究竟为什么性活动与健康长寿会有关联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，房事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。有医师指出，男性在一次性生活中平均可消耗约100大卡的热量，女性也有约70大卡。这样的活动强度相当于快走或轻度慢跑。对于缺乏运动的银发族来说，这是一种既愉快又有效的身体锻炼。经常动一动总比整天久坐强，有助于维持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。此外，如先前提到，性高潮能促进大脑释放多种神经传导物质，不仅减轻疼痛、降低压力，还带来持续的幸福感。这些生理反应综合起来，对预防各种慢性疾病、提升整体健康当然有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性事活跃的人更长寿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伴侣的长者也完全不必错失这份健康礼物。透过自慰，一样可以享受性带来的生理益处。事实上，有关长寿老人的调查也显示，即使到了80多岁的高龄，仍有相当比例的长者保有性需求，并透过自慰或其他方式获得满足。性欲的火苗不灭，正象征着生命力依旧在燃烧。试想，一个对生活还有渴望与热情的老人，他的身体机能又怎会甘心衰退呢？所以，把独乐乐当成养生妙方，其实一点也不稀奇了。总而言之，适度手淫对银发族而言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被低估的健康养生法。它能让您身心放松、睡眠改善、免疫力提升、性功能维持，甚至还与长寿息息相关。这些好处过去长期被蒙上禁忌的阴影，直到如今才被科学重新揭示出来。我们不妨抛开多余的羞愧与顾虑，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份本能。当然，凡事贵在适度，过犹不及同样不可取。如果沉溺于此，频率过高，反而可能导致身体疲惫或影响日常生活。因此，最好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频率内，例如每周几次，作为个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样是相对安全而有益的。对绝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这点小确幸不仅无伤大雅，还可能让您的黄金岁月过得更加轻松充实。下次若有人对老年人的自得其乐投以异样眼光时，不妨淡然一笑吧，因为您自己最清楚，这正是延缓衰老、老当益壮的秘密之一。